第一部分，第一章，行踪不定的礁石。1866年，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件，一个令人费解、无法解释的现象，想必无人忘怀。这件事不仅在港口居民中引起骚动，也震撼了大陆上的公众舆论，而海员们对此尤其激动。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船主、船长、大副和舵手，各国的海军军官，乃至两大洲各国政府，都对此事深感忧虑。的确，一段时间以来，数艘轮船在远海遭遇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一个长长的纺锤形的物体，偶尔发出灵光，体积和速度都远超鲸鱼。各船的航海日志都记录了关于这一现象的事件，对于该物体或生物的构造、非凡的速度、惊人的移动能力，以及似乎赋予它的奇异生命力，描述都相当一致。如果它是一种鲸类，其体积则远超科学界迄今所分类的所有同类。除非亲眼所见，否则即使是著名的博物学家，恐怕也不会承认存在这样的怪物。综合不同场合观察所得的平均值，既排除那些认为该物体仅长200英尺的保守估计，也摒弃那些声称其宽1英里、长3英里的夸大之词，可以断言，这个非凡的生物，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其尺寸远超鱼类学家迄今所承认的任何标准。但它确实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鉴于人类心智对歧视异文素有猎奇倾向，就不难理解这一超自然现象在全世界引起的轰动了。人们无法再将其归为纯粹的无稽之谈。事情是这样的，1866年7月20日，总督西金森号蒸汽船在澳大利亚东海岸5英里外遭遇了那团移动的庞然大物。起初，船长以为遇上了一处未知的暗礁，甚至准备着手确定其精确位置。就在这时，只见那不明物体突然喷出2道水柱，呼啸着射向空中，高达150英尺。因此，除非这暗礁是受某种间歇泉的作用，否则总督西金森号面对的无疑是一种当时未知的、能从呼吸孔喷射出水、气混合住的海洋哺乳动物。同年7月23日，在太平洋海域，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可见，这种奇异的鲸类能以惊人的速度移动，因为在短短3天之内，总督西金森号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发现它的2个地点，在海图上相距超过700海里。15天后，远在2000英里之外，赫尔维蒂亚号与香农号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北大西洋海域反向航行时，分别在北纬42度15分、西经格林尼治60度35分处标记了怪物的位置。根据这次同时观测，人们估算出这头哺乳动物的最小长度超过350英尺，因为尽管香农号和赫尔维蒂亚号从船头到船头到船尾长达100米，却都比它小。然而，即便是最大的鲸鱼，其长度也从未超过56米。报告纷至沓来，佩雷尔号远洋游轮上的新目击事件，埃特纳号与怪物的碰撞，法国3番战舰诺曼底号军官们起草的正式报告，以及克莱德勋爵号上菲茨詹姆斯准将参谋部提供的可靠情报，都深深地震撼了公众舆论。在那些幽默轻松的国家，人们将此现象付之一笑，但在严肃务实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则引起了极大的忧虑。这个怪物成了各大中心城市的热门话题，咖啡馆里传唱着关于它的歌谣，报刊上充斥着对它的嘲讽，剧院里上演着以它为题材的戏剧，小报更是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由于缺乏图像资料，报纸上重新刊登了各种想象中的庞大生物，从白鲸及北冰洋可怕的莫比迪克，到能将巨轮拖入深渊的克拉肯。
甚至连亚里士多德和老普林尼承认这类怪物存在的古老观点也被翻了出来。于是，在各个学术团体和科学期刊中，信者与不信者之间爆发了无休止的论战。怪物问题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自诩为科学派的记者与崇尚奇闻异事的记者针锋相对，在这场令人难忘的笔战中耗费了大量笔墨，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从讨论海蛇转向了相互辱骂。6个月里，这场比战胜负难分。大众报刊回应着各大学术机构和科学期刊的深奥文章。这些报刊的编辑们模仿一句名言，声称自然界不造傻子，并规劝读者不要否定自然，要承认各种奇特生物的存在。最后，某家颇具影响力的讽刺小报上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了怪物，在哄堂大笑中终结了这场争论。奇闻异事战胜了科学。1867年初，这个问题似乎已被遗忘，看来不会再复活了。这时却又公布了新的事实，这不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科学难题，而是一个必须规避的严峻而真实的危险。问题性质变了，怪物重新变成了小岛、礁石、暗礁，但却是一个行踪不定、无法探测、神出鬼没的暗礁。1867年3月5日，蒙特利尔远洋公司的摩拉维亚号在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海域，其右舷撞上了一块任何海图上都未标明的礁。当时，借着风势和400马力蒸汽机的推动，该船正以13节的速度航行。要不是船体结构异常坚固，摩拉维亚号恐怕会当场断裂，连同船上从加拿大载来的237名乘客一起沉没。事故发生在凌晨5点左右，当时天刚破晓，值班军官们跑到船尾，极其仔细地观察海面。除了大约3个链，约550米外一个巨大的漩涡，仿佛那里的海水被猛烈搅动过之外，什么也没看见。人们精确记录了出事地点，摩拉维亚号继续航行，表面上没有损伤。它究竟是撞上了暗礁，还是撞上了一艘巨大的沉船残骸，无法断定。但是后来在船坞检查船体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部分龙骨已经断裂。这件事本身极为严重，但若非3周后又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了另一起事故，或许也会像其他许多海难一样被逐渐淡忘。然而，后一艘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赫赫声名，使得这起事件引起了非同凡响的震动。谁都知道著名的英国船主库纳德，这位精明的企业家于1840年创立了利物浦至哈利法克斯的邮政航运业务。此后，公司不断壮大，船队规模和船舶质量都堪称一流。到1853年，库纳德公司成功续签了独家邮件运输权，并陆续增加了多艘当时最大、最先进的远洋轮船，如阿拉伯号、波斯号、中国号、斯科舍号、爪哇号和俄罗斯号。至1867年，该公司已拥有12艘轮船。我之所以提供这些细节，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家海运公司的重要性。它以其卓越的管理闻名于世，从未有任何一家跨洋航运企业能如此成功。26年来，库纳德公司的轮船穿越大西洋达2000次之多，没有一次航行失败，没有一次延误，从未丢失过一封信件、一名乘客或一艘船只。因此，尽管法国等公司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正如近年官方文件所示，乘客们仍然偏爱库纳德航线。了解了这些，当该公司最好的一艘船遭遇事故时所引起的震动，就不足为奇了。1867年4月13日，斯科舍号在西经15度12分、北纬45度37分的海域航行，海面风平浪静，微风习习。
船凭借其1000马力的蒸汽机，正以13.43节的速度前进。它的鸣轮规律地拍打着海水。当时，船的吃水深度为6.66米，排水量为6624立方米。下午4点17分，乘客们正在大厅享用下午茶点。这时，斯科舍号的船体在左舷鸣轮后方的龙骨部位传来一阵几乎难以察觉的撞击。斯科舍号并非撞上了什么，而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撞击物似乎既尖锐锋利，又异常坚固。这次撞击感觉如此轻微，要不是船员们冲上甲板大喊“我们沉了，我们沉了”，船上的人们或许根本不会在意。乘客们起初惊恐万分，但安德森船长迅速安抚了大家。事实上，危险并非迫在眉睫。斯科舍号内部设有7个防水隔舱，足以应对一处进水而不致沉没。安德森船长立刻下到货舱检查，他发现第5号隔舱已经被海水灌满，进水的速度表明破口相当大。幸运的是，锅炉不在这个隔舱里，否则炉火会立刻熄灭。安德森船长马上下令停船，一名水手潜入水中检查损伤情况。片刻之后，确认了船体上有一个2米宽的大洞，如此大的漏洞无法堵塞，斯科舍号只能在鸣轮半淹的情况下继续航行。当时它距离克利尔角还有300米，最终延误了3天抵达利物浦，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最后，斯科舍号驶入了公司的船坞。工程师们随即开始检查停在干船坞里的斯科舍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吃水线以下2米半的地方，船体赫然裂开一个规则的等腰三角形缺口，船壳钢板的断裂处异常平整，即使用钻孔机也无法钻出如此精确的孔洞。由此可见，造成破损的那个工具必定具有非同寻常的硬度，并且在以巨大的力量刺穿了4厘米厚的钢板后，又以一种真正无法解释的回缩动作抽身而去。这便是最近发生的再次激起公众热议的事件。从此刻起，所有原因不明的海上事故都被归咎于这个怪物。这个神秘莫测的生物被认为是所有这些海难的罪魁祸首。要知道，这类海难数量相当可观，每年记录在岸的失事船只达3000艘，其中因杳无音讯而被推定沉没的轮船或帆船，每年至少有200艘。总之，无论公正与否，怪物都被指控为这些失踪事件的元凶。由于它的存在，各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变得日益危险，公众舆论终于爆发，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海洋从这个可怕的鲸类手中解救出来。